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桃阳空气净化器机皇榜第2期。这一期不是泛泛而谈，而是基于我们数据库里面数百款的空气净化器资料，对比之前的实测结果以及过去1年的上千条销售记录，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结论了：2000到4000元的空气净化器最值得购买，性能完全满足大部分人的使用需求，又不像高端旗舰那么溢价严重。所以本期我们锁定这个价位，从机皇榜排名靠前，同时登上京东金榜的机型里面，筛选出3台重点产品，又额外从京东金榜里面挑出4款高热度机型，一共7台机器，教会大家如何从参数上判断机器的优劣。至于为什么没有选 IAM 或纽维尔这类品牌，并不是因为它不行，而是价格超出了黄金预算范围。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花刚刚好的钱去买到真正有效的空气净化器。当然了，教会大家怎么选之后，我们还会在下一期耗资超10万块，为大家带来这7款空气净化器的真机大实测，做到从参数到实际使用体验全闭环。不过准备工作量很大，敬请期待。接下来我们会从功能、参数、结构以及易用性几个角度出发，带大家去拆解这7款机型的核心差别，弄清楚空气净化器该看哪些参数，哪些功能是真实有用的。首先是多功能集成，不少朋友看到这可能是有点懵的。先来一个小调查，你是不是也觉得空气净化器就该能除粉尘以及甲醛？这其实是个误区啊！除粉尘、甲醛是2个不同的功能。比如352H301就必须将除粉尘滤网取出来，才能装上除甲醛滤网，没法两者兼得。再啰嗦几句啊，空气净化器属于是舶来品，国外最早是用来除粉尘的。引进国内后呢，大家关心的还有甲醛和异味，于是厂商们在除粉尘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除醛、除味的功能。但到了现在，光净化已经不够用了。国内大部分地区冬天供暖，夏天开空调，空气湿度偏低，皮肤干，嗓子疼，这个时候加湿加净化一体机就成了更加实用的选择。这个不是噱头啊，而是空气净化器进化到今天之后，真正贴合国人居住环境的刚需设计。就像初期的空气净化器不支持除甲醛和异味，有了需求才发展出来的多功能集成设计。所以我们选出来7款产品里面也包括了2台加湿净化一体机，美的 R8 以及352H301。美的 R8 采用的是模块化的插拔设计，想单独净化或者是搭配加湿都行，自由组合适配性更强。而352H301是一体化的捆绑式设计，没法单独拆分加湿模块，而且滤网紧挨着湿帘，结构紧凑，但要更加注意防潮，长期潮湿容易让滤网发霉，影响净化效果。2种设计思路各有取向，也反映了各厂商在功能集成上的不同思路。那么你更喜欢哪一种设计呢？欢迎说一下你的想法。聊完功能，我们再看到具体参数了。先看 CADR 值 ，CADR 代表净化速度，数值越大，说明单位时间内能净化更多的空气。从参数来看，除了戴森，另外6款产品的颗粒物 CADR 值在600到1300立方米小时之间，覆盖75平方以上的空间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一般家庭选择800立方米小时以上的机型，就可以满足全屋净化的需求。不过净化效果也不能只盯着 CADR 值，还要看风速以及风道结构。有不少人觉得双风道一定要比单风道强，你怎么看？弹幕可以去聊聊。一般来说双风道用的是2个小风机，而单风道用的是大风机，风速往往更大。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会在第3期做实测验证，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。另外后台有很多粉丝会问我，加湿会不会对净化有影响？理论上，加湿可以让污染物沉降，并且也可以加速甲醛的释放，所以加湿对净化是有正向辅助作用的。这一点我们会在第3期也做实测的验证。了解完 CADR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CCM， 它代表的是滤网的抗噪程度。简单说就是滤网在饱和前累计吸收多少污染物，数值越大，滤芯寿命越长。像美的、华为智选、舒清风这类机型，颗粒物 CCM 值普遍在2万毫克以上，属于是中高耐用区间了。不过要注意的是352、戴森以及飞利浦这3款仅标注 CCM 相关等级，这已经是老黄历了。新国标根据 CADR 值划分了更具体的 CCM 数值区间，比单纯看等级更加有参考意义。除了 CADR 值以及 CCM 值这类核心指标之外，净化结构同样是很关键的，但选购时最容易被忽略。从这几款产品来看，大多数都配备了 H13 级 HEPA 滤网，能够拦截 0.1 微米的细微颗粒物，属于是目前主流的高效净化配置了。相对遗憾的是小米5 Pro 的 H12 级以及戴森无 HEPA 滤网。再来看到净化级数，这几款普遍在6到10层，理论上层数越多，分工越细，净化会更全面。比如美的 R8 单独设有除醛层、活性炭层、抗菌层以及高效 HEPA 层等等，高达10层净化，不同污染物由不同滤层接力处理。
而华为智选7203 Pro 增强版则在滤网内部增加了溶菌酶、氨基酸除醛晶体等等，实现被动过滤加上主动净化的9重机制。结构越复杂，净化路径也越长，对空气里面多种污染物的处理会更彻底。当然了，理论归理论，净化结构是否真能带来差距，我们会在第3期实测里面用数据说话。最后，我们来聊一下易用性，像噪音、能效、操作方式这类细节，往往决定了你愿不愿意长期开着它。从参数来看，这几款产品的噪音全都控制得不错，最低噪音不超过33分贝，夜间开睡眠模式基本不会打扰休息。除了352和小米，另外几款的能效等级为1级，长期使用也更省电。在交互体验上，它们大多都支持空气质量实时数显，净化效果一目了然。同时还能通过 APP 远程控制，迷弟 R8 甚至还配置了 AI 语音助手，动口就可以操作，使用更方便。另外，迷弟 R8 和飞利浦 AC4228 针对养宠物家庭也有推出了适宠设计，比如加大金风格栅，赠送宠物福宝贴，又或者是配置了 3D 静电预过滤网，可以更好的去拦截宠物毛发。这类细节虽然是不起眼，但往往是最影响使用舒适度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进入尾声了。这一期我们重点讲怎么选，看什么参数，避开什么坑。光看参数还不够，下一期呢我们会直接上实测，耗资超10万，对这7台热门机型做全维度的横评，从甲醛、PM2.5 到噪音、风速、加湿效果，拿放大镜测给你看，看看谁才是真正机皇。如果你有想让我重点测的机型，可以现在就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打出来，呼声高的型号我会考虑安排上实测名单。咱们第3期再见。